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微博怒喊我不是垃圾，获网友10万点赞，评论区字字珠玑。1. 赵丽颖空降热搜引爆舆论，我不是垃圾背后的角色呐喊。2025年3月7日，赵丽颖一条微博我不是垃圾瞬间登顶热搜第一，下面配上的是向阳花首支预告片，这句台词源自片中角色面对社会偏见时的怒吼，却意外成为全网热议的女性觉醒宣言。网友迅速扒出这波热搜时为电影宣传的精准爆破，赵丽颖以角色之名撕开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污名化标签，用狠人式营销将电影现实议题推向公众视野。评论区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引起讨论，网友评论字字珠玑，除了期待以外，还有网友对赵丽颖新角色分析，简直一针见血。事实上，这场舆论风暴早有预兆，早在定档时，赵丽颖便以就是命硬，豁出去，活下来的文案呼应角色精神，被粉丝解读为向流量标签宣战。而我不是垃圾的台词，更是直击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，与高月香为女儿铤而走险，出狱后逆袭的故事线形成强烈共振。网友感慨，赵丽颖这次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用生命为边缘女性发声。赵丽颖监狱服造型。2. 向阳花冯小刚的女性江湖，赵丽颖的狠人教科书。导演与题材：冯小刚的现实主义回马枪。作为冯小刚继《芳华》后再度聚焦社会边缘群体的作品，《向阳花》以全女性阵容讲述刑满释放人员高月香、赵丽颖是与姐妹们硬碰硬对抗命运的故事。影片原名《出狱女子的故事》，后更名《向阳花》，暗喻在泥泞中追寻光明的生存哲学。冯小刚直言，我想拍一群被社会抛弃的女人，如何用最原始的力量活出尊严。剧情内核：母爱、犯罪与救赎的极限拉扯。高月香因筹钱为听障女儿安装人工耳蜗误入歧途，锒铛入狱。预告片中，他长乖人贩子狱友的片段已成经典，衣衫褴褛、眼神如刀的赵丽颖，用一记耳光宣告可以受伤，不能受气。出狱后，他与聋哑狱友黑妹兰西亚氏组成搞钱搭子，在管教邓红绰妮氏、前狱友胡平王菊氏、郭爱美程潇氏的帮助下，直面偏见、贫困与道德困境。影片以红黑撞色海报强化戏剧张力，角色们满身伤痕却昂首向天的姿态，被影评人称为中国版女性隐者。赵丽颖的颠覆性转型，从甜妹到硬核恶女。为塑造高月香，赵丽颖提前3个月深入农村，素颜出镜，学习方言与手语，甚至因练习农活磨破双手。她在采访中坦言，这个角色让我挖出了骨子里的匪气。预告片中，她奔跑在暴雨中的镜头，与第20条中梨花带雨的哭戏形成极致反差。网友惊呼，这还是那个明兰吗？简直是女版肖申克的救赎。3. 配角天团，程潇转型恶女能否破圈？兰西亚，聋哑狱友的无声力量。新人演员兰西亚饰演的聋哑人黑妹，全程无台词，却以眼神戏征服观众。她与高月香的无声默契，被冯小刚称为全片最动人的姐妹线。绰妮、王菊，现实主义演技派加持。绰妮饰演的狱警邓红，打破铁面管教套路，展现出体制内女性的温情与无奈。王菊则延续爱很美味的飒姐路线，饰演市井气十足的胡平。一场街头骂战戏被路透称为泼辣到让人害怕。程潇，偶像转型的生死赌局，最受争议的当属程潇。从宇宙少女门面到恶女郭爱美，她饰演的拜金女因诈骗入狱，出狱后游走于灰色地带。预告片中，
她叼着烟与赵丽颖对峙的镜头，被粉丝称为黑化版凌霄。然而，偶像出身的她能否驾驭复杂人性？导演冯小刚力挺，程潇的表演有股不要命的劲儿，郭爱美会是她演员生涯的转折点。但网友质疑，台词功底还是偶像剧腔，和赵丽颖对戏像被碾压。这场转型成败，或许将决定她能否跳出流量花瓶的窠臼。4. 85花登顶之战向阳，花能否让赵丽颖封神？票房与奖项双线突围的野望。当前85花中，杨幂主攻商业片，刘亦菲深耕国际路线，而赵丽颖凭借《风吹半夏》第20条实现电视剧与电影双爆。若向阳花票房突破10亿，业内预测下线，她将成为首位拥有现实题材票房代表的85花。更关键的是，高月香底层女性的角色厚度，即可能助她冲击金鸡奖最佳女主、补全视后加影后的王冠。行业评价：从流量女王到品质符号，冯小刚选择赵丽颖，被视作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术。前者需要她的流量热度，后者依赖她近年积累的演技口碑。影评人电影通缉令指出，若此片成功，赵丽颖将彻底摆脱古偶出身的偏见，成为中年女演员转型的标杆。结语：逆光绽放的恶女美学，还是昙花一现的营销狂欢？向阳花注定是一部撕裂性的作品，它用长乖、脏话、底层伤痕解构甜宠滤镜，却也因赵丽颖的流量体质陷入饭圈控评争议。但不可否认，当赵丽颖说出“我不是垃圾”时，她已不再是85花中的一员，而是以演员身份与这个时代最痛的现实短兵相接。4月4日，这朵向阳花能否逆袭清明档？答案或许藏在冯小刚的那句评价里：赵丽颖让我看到，流量演员也能成为现实主义的刀锋。2. 赵丽颖剃头飙戏，冯小刚新片《向阳花》首曝黑化母亲，以后要是再有谁欺负你，叫上我们2个，帮你去打他。视频里素颜短发的赵丽颖嚼着饭说出这句台词时，全网炸了，这还是那个温婉端庄的明兰吗？1. 从顶流花旦到黑化母亲的惊人蜕变。她蓬头垢面坐在苍蝇馆子，右臂纹着狰狞的刺青，嘴角沾着饭粒举杯痛饮。当向阳花首支预告片放出时，观众几乎认不出这是赵丽颖。这位刚拿下百花奖的顶流女星，竟在冯小刚新片中彻底撕碎过往形象，化身刑满释放的狠人高月香。为给失聪女儿筹钱买人工耳蜗，她不惜铤而走险，触犯法律。出狱后面临的却是更残酷的战场，雇主看到案底立刻撕毁合同，房东把行李扔出楼道，连女儿都躲在奶奶身后不敢相认。当妈的要狠，才能给孩子挣条活路。预告片里这句嘶吼，揭开了这位母亲孤注一掷的生存法则。2. 素颜短发的背后，3个月农村特训。为了演活这个游走于社会边缘的角色，赵丽颖提前3个月搬进河北农村，素面朝天地跟着当地妇女下地收菜，在集市上观察刑事人员如何讨生活，甚至专门学习手语与人工耳蜗使用技巧。剧组人员透露，有次他为体验饥饿感，连续2天只喝米汤，拍吃饭戏时真实的手抖镜头让冯导当场落泪。最震撼的当属方言特训，预告片中他操着浓重廊坊口音说“不认命，只拼命”，这句台词源自真实探监记录。语言指导老师证实，赵丽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5小时，把舌头练到起泡也要磨出那种带着铁窗味的粗粝感。3. 全女性阵容引爆一幕她力量。当28岁的高月香遇见4个同样刑满释放的姐妹，一场女性互助的生存战争轰然打响。兰西亚饰演的黑妹擅长以暴制暴，绰妮演绎的邓红精通法律漏洞，
王菊和程潇则分别化身地下拳手与黑客高手。冯小刚首次启用全女性主演阵容，5个带刺的角色交织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图谱。特别设计的聋哑人设定成为点睛之笔。高月香女儿佩戴的人工耳蜗，既是母爱直面的物证，也是群体困境的隐喻。当姐妹们用手语比划我们值得被看见时，镜头扫过城市霓虹下的城中村，现实主义的锋芒刺痛每个观众。4. 冯氏美学的狠与痛。红黑撞色的海报上，赵丽颖额头带伤仰望天空，身后是倾塌的砖墙与倔强生长的野花。冯小刚这次放弃惯用的怀旧滤镜，改用4K超清镜头捕捉角色毛孔里的汉字、指甲缝的污垢。一场与中搏斗戏连续拍摄18条，只为捕捉到演员眼中濒临绝望又死不放手的微光。监狱铁门开启的吱呀声，人工耳蜗的电流杂音，拳头砸在肉体上的闷响，声效团队采集300小时环境音，打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实感。有观众适应后评价，这不是电影，是拿刀划开社会结痂的纪录片。5. 从收视女王到银幕狠角色的进击。知否里的明兰用智慧周旋深宅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凭胆识闯荡商海，如今的高月香攥着拳头对抗命运。赵丽颖的转型轨迹清晰如刀刻，当85花们还在古偶剧打转，她已悄然完成从流量担当到演技派的惊险跳跃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角色命名深意。月香既暗合向死而生的意象，又与第20条中郝秀萍形成命运对照。前者为救女犯罪，后者为护女坠楼，2个母亲在不同时空诠释着同一种孤勇。这种角色矩阵的构建，让赵丽颖的表演宇宙愈发厚重。6. 清明档的硬核绽放能走多远？当向阳花宣布进军清明档，业内立刻嗅到血雨腥风的气息。这个传统冷门档期今年竟挤进8部新片，从奇幻 IP 到灾难巨制应有尽有。但冯小刚显然有备而来，14年前唐山大地震正是在清明档狂揽6亿票房，这次他带着更生猛的现实题材卷土重来。点映数据显示，影片在3线城市中老年观众群中意外走红。有女儿带着曾服刑的母亲观影后哽咽，高月香擦桌子的动作和我妈出狱后打工时一模一样。这种跨越银幕的情感共振，或许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。正如赵丽颖在路演时所说，我们拍的不是奇观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坠入的深渊，以及爬出来的勇气。